你们敢相信吗？一个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的小红点，竟然在2026年的今天，把军火卖到了富得流油的海湾心脏。就在4月1日，新加坡新科工程正式官宣，拿下科威特海军6亿新元的巨额订单。这可不是开玩笑，也不是简单的买卖，这是整整8艘导弹快艇的设计与建造权。消息一出，新加坡股市直接炸开了锅，股价一路上扬。大家都在问，凭什么是新加坡？这个资源贫乏、国土还没上海浦东大的国家，凭什么能让科威特这种挑剔的买主心甘情愿掏出真金白银？这背后不仅仅是一次商业合同的胜利，更是新加坡深藏不露的军工强权密码。那种被地缘政治逼出来的生存危机感，硬生生被他们转化成了领跑全球的技术红利。这种从小国到军工强权的华丽转身，真的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，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国家底蕴。大家可能不知道，新加坡的军工之路是从一种极度的不安全感中被逼出来的。回到1965年刚独立那会儿，英国撤军，新加坡瞬间丢了饭碗，防务更是一片真空。当时的他们连子弹都要靠进口。但你看现在的订单，6亿新元，6年的周期。新科工程不只是卖船，他们卖的是一整套大脑。这种核心建造加全案设计加系统集成的复合模式，意味着新加坡已经从卖硬件的苦力，变成了提供高附加值方案的架构师。哪怕是跟阿布扎比造船厂合作，新加坡也是那个掌握核心灵魂的角色。他们是怎么做到的？答案就是力量倍增器战略。因为人少，所以必须更强；因为地小，所以技术必须代差领先。这种从生存依赖到技术自主的跨越，每一步都写满了这个小国不认命的奋斗史。这次科威特订单的杀手锏，正是那经过无数次实战演化的 Fearless 无畏级平台。你可能觉得，不就是快艇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那你可太小看新加坡人的心机了。早在1990年代，新科工程就给这型舰艇装上了世界领先的水喷射推进系统。这玩意儿就像是给战舰装上了特高频的风火轮，在近岸浅水区像泥鳅一样滑溜，操纵灵活性极强，非常适合中东那些复杂的海岸线。更厉害的是他们的模块化思维。这艘船就像乐高积木一样，外壳是铝合金的，但里子可以随便换。今天你要防空，我就装防空模块；明天你要反潜，我就换反潜系统。这种灵活度让昂贵的军舰不再是买回去就等过时的死物，而是能随时升级的移动平台。新科工程还特别大方地玩了一手技术转让，8艘船，3艘在新加坡造，剩下的5艘我教你在阿布扎比造。这种教你钓鱼的生意经，直接戳中了中东国家想要国防本土化的痛点。对比一下东南亚其他邻居，有的还在买别人的退役潜艇，有的造个巡防舰进度拖了10年，而新加坡已经把自家的成熟平台卖成了家族化产品。从阿曼到阿联酋，再到现在的科威特，这哪里是在卖船？这分明是在构建一个以新加坡技术为核心的全球防务朋友圈。看一家企业的底气，不能只听口号，得看财报。新科工程在2026年出的这一单，只是它恐怖增长的一个缩影。到2025年底，人家的订单积压量已经达到了惊人的330亿新元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即便现在一个新订单都不接，他们也能忙到几年后。而且你发现没有，在他的所有业务里，国防与公共安全是最赚钱、最稳的。国防合同没有所谓的淡季，更没有讨价还价的尴尬，因为安全是无价的。这种极高的议价权和长期的维护服务收益，成了新加坡经济最硬的压舱石。在资本市场，分析师们几乎是闭着眼给它买入评级。更深层的影响在于，这些大单直接塑造了新加坡的社会底色。每一个6亿、10亿的合同，背后对应的是成千上万个高薪职位。在新加坡，最顶尖的人才不是都去了金融街，而是流向了军工实验室。
一个 AI 网络安全工程师或量子感测工程师，年薪动辄就是10几万新元。这种奖学金、研发项目、职业生涯的完美闭环，让新加坡最聪明的大脑都在为国家的防卫和科技输出而战。当国民看到自家的军舰在中东巡航，那种由衷的自豪感和对国家全面防卫的信心，才是这种军工贸易带回来的金钱买不到的最贵财富。很多人好奇，新加坡的技术再好，难道能好过美国，能强过俄罗斯？为什么科威特偏偏选它？这就不得不提到新加坡那精妙绝伦的地缘政治定位。在现在的全球格局下，买大国的武器，往往意味着你要选边站队，还得忍受各种各样的附加条件和政治审查。万一哪天大国不高兴了，断供零件，你的航母、战机瞬间就会变成一堆废铁。而新加坡是一个中立且专业的存在，它提供的是一种非政治化的技术保障。你买我的东西，我给你提供最好的服务，我不掺和你的政治纠葛，我甚至还愿意教你核心技术。这种端水大师般的角色，让新加坡在海湾国家眼中极具魅力。为了保持这种地位，新加坡还构建了一个全球性的技术备份网络，跟德国、英国、韩国都保持着深度的技术合作。这意味着，无论国际风云怎么变，新加坡的供应链永远是有韧性的。更前瞻的是，新加坡已经盯上了下一代战场数字化防御。他们现在的舰艇不仅是钢铁平台，更是具身 AI 的载体。他们能用远程诊断和自动化维护，让军舰的就绪率比欧美同类产品高出 30%。这种软硬兼施的策略，让新加坡在数字化时代的军备竞赛中，硬是抢占了一个无人能及的高地。站在2026年的时点往后看，新加坡的野心绝不仅仅停留在海面上。随着他们研究、创新与企业2030计划的推进，新科工程已经开始瞄准了近地轨道。你可以想象吗？未来的导弹快艇不再是孤军作战，而是由新加坡自主研发的低轨卫星提供全天候的超视距通讯。海面上还伴随着成群的无人母舰和水下潜航器，这就是所谓的以点带面的全球海域控制能力。新加坡的案例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，在这个数字化时代，国家的大小不再是由领土面积决定的，而是由你在全球科技和供应链中的节点价值决定的。它向全世界证明，一个小国只要敢于投入，敢于创新，通过智慧防御实现国家安全与经济增长的共生，同样能在巨头林立的版图上画出最亮眼的一笔。新科工程在科威特的这一单不是终点，而是一个全新的起点。它不仅是一个军工传奇，更是一本关于如何通过技术主权掌握自己命运的教科书。听完新加坡的这段军工跃迁史，你觉得对于我们身处其中的科技与创新浪潮，有哪些是可以借鉴的生存法则？在这种技术及主权的未来，你认为小而精的模式是否真的能彻底颠覆传统的规模至上论？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，我们一起讨论这背后的战略博弈和生存智慧，值得每一个看透世界运行法则的人深思。如果你对全球军工动态和地缘政治的底层逻辑感兴趣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频道，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